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艺人。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兴冲冲地叫 AI agent 帮你串 API，它看起来写得很顺、很自信，结果一跑直接喷错。你去查文件才发现，它给你的方询根本不存在，或者参数名称早就被改掉了。这是因为 AI 的训练资料有截止的日期，它根本不知道 API 现在长什么样子。今天介绍的这个工具，就是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AI coding agent 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他学到的 API 文件是旧的，而且每一次对话结束就忘了他刚刚学到了什么，所以你可能每一次都要重新贴文件给他，非常麻烦。Andrew Win 的团队就做了 Context Hub 套件。让 Agent 可以自己去抓最新的 API 文件来用。CHAP 是一个 NPM 的命令列工具，它的设计理念很有趣，它不是给人用的，而是给你的 AI Agent 用的。你把 CHAP 告诉你的 Agent，Agent 就会自己去搜寻、拿文件、读文件，然后写出正确的程式码。它支援语言切换，Python 或 JavaScript 都可以，也有版本控管。安装非常简单，一行 npm 指令就好了。安装完之后，跑一下 chap help，可以看到所有资源的指令清单，也可以执行 chap update 来更新。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最常用的核心指令。第一个指令是 chap 摄取，你给它一个关键字，它就会列出 context hub 里面有哪些相关的 API 可以用。找到你要用的文件之后，用 chap get 加上文件名称来取得内容，后面还可以加上 dash dash long py 或者是 js 来指定语言版本。使用的时候，你只要在提示词里告诉 agent，请用 chap 查最新的 API 文件，再来写程式，Agent 就会自己执行，读完再动手，出错几率大幅降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增量抓取。一份 API 文件通常不止一个档案，除了主文件之外，底下可能还有很多的子文件，像是认证、Webhook、错误处理等等，各自独立的说明页面。ChapGet 预设只抓主文件进来，不会一次全部塞给 AI。这样做的好处是省 token，不把用不到的内容浪费掉。如果 Agent 读完主文件之后，还发现需要某个特定的子文件，它可以用 dash dash file 去指定抓那一份。如果真需要全部，才用 dash dash for 一次抓完。这个设计让 Agent 可以视情况逐步抓取，而不是一开始就把整份文件塞进上下文，对 token 的使用会更有效率。Chap 还有两个进阶功能很值得介绍。第一个是 annotate 标注，如果你的 agent 雷过的地方，你可以让它把这个笔记存下来。
下次再拿同一份文件的时候，这个标记会自动出现，等于让 A 群有了跨 C 群的记忆。第二个是 feedback，可以对文件给予评价，让文件作者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点个赞。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帮我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有最新的影片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我会持续带领大家探索更多的 AI 的内容哦。那我们要继续下去了哦。要把 Chap 整合进 Anti-Gravity Make 的路径，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在 NCP Servers 里面加入 Chap 的设定 ，Command 填 Chap-NCP， 其他留空就好了。存档重启，完成设定。要把 Chap 整合进 Codex Make 的路径在画面上可以看得到，在 Codex 的 NCP 设定里面加入一个区块 ，Command 填 Chap-NCP， 就这样，没有其他东西需要设定，存档重启，完成设定。来看一个实际的范例。你只要告诉 Agent 帮我串 OpenAI Chat API， 先用 Chap 查文件再写 ，Agent 就会自己跑 Chap get OpenAI Chat， 把最新的 API 格式抓进来读，确认参数名称、请求格式都正确之后才开始写。这样写出来的 code 不会因为 AI 记忆过时而用到已经不存在的function。目前 Chap 收录了超过100个 API 文件，包括了 AI、LLM、语音、资料库、后端服务、云端平台、身份验证、支付商务、SaaS 协作、SRM 可观测、监控、实验。总结一下 ，Chap 适合在以下场景使用：用 AI Agent 或者是任何支援 CLI 的 AI 开发环境。只要你常常需要串 API， 强烈建议把 Chap 加入你的 Agent Workflow 里面。如果你在实作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是对什么有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我会亲自为你解答。荧幕旁边是我为你推荐的其他的教学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点进去收看。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